国产混动 SUV 的铁人三项大比拼。好。奥运会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发现大家对于运动的热情呢，反而更加高涨了一些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决定来玩个有意思的，来一场国产混动 SUV 的铁人三项大比拼。然后选手呢，我都找好了，奇瑞风云 T10以及比亚迪唐 DM-i。我们今天的铁人三项包括性能加速比拼、操控比拼以及能耗比拼。那话不多说，进入第一个环节。说一下为什么要跑200米的加速呢？因为这个距离不仅可以比这两台车它们的0-100加速成绩有多少，还可以比到它们的中后段的动力储备表现到底怎么样。这个呢，不管对于日常跑高速还是日常加速来说呢，都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。两台车呢都是单电机的版本 1.5T 的发动机，动力参数上呢，风云 T10有一定优势，但官方数据0到50它们都是4.3秒。那重要的是呢，我是单档，它是3档，所以你们猜猜到底谁会跑得更快？3、2、1，好，走你！哇，起步比他快，哎嘿！50、60，哎，不对，他怎么超上来了？超过来了！加油！冲线！起步的时候，唐 DM-i 还是稍微快那么一点点，这台车起步的动力柔和一些，但是时速60左右，它的动力爆发就出来了，然后后段的加速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。我们看一下结果怎么样。从加速比拼中呢看得出来，唐 DM-i 的起步还是要更快一些，前段占有一定优势。但时速60公里左右呢，风云 T10开始发力，不断的加速超过了唐 DM-i， 最终两台车的200米的用时是非常接近的，风云 T10为10.92秒，唐 DM-i为10.94秒。但0-100加速呢，风云 T10还是要更快一些，为8.65秒，唐 DM-i为9.2秒。200米尾速，风云 T10呢也高很多，说明在中后段的加速上呢，风云 T10还是要更猛一些的。那风云 T10为什么它的加速性能要更强一些呢？其实一方面就是在动力参数上面，唐 DM-i 呢稍微弱了一点点；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3档混动变速箱是功不可没的，因为在中后段的加速过程当中，它有更多档位选择，能够保证让你有更充足的动力输出，所以后段的加速呢会更猛一些。如果在日常的使用场景，像跑高速啊、超车啊，这台车都会更加轻松一些。然后另外一方面，更多的档位跑高速巡航的时候，能够让你的发动机转速更低一些，也能够起到节油的效果。是的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啊，唐 DM-i 也更重一点。那两台车呢都有更高性能的4驱版车型，0-100加速都在4秒几，非常强悍了。那接下来铁人三项之操稳比拼球王大赛。球王大赛环节，重点考验两台车的操控和车身稳定性，要经过直线加速区，先完成高难度的紧急变线。对了，这可是撒了润滑油的超级湿滑路面，重点考验电子稳定程序标定，然后呢进行蛇形绕桩，抵达发球点，车辆射门，用时最短者获得胜利。我先来挑战一下，切换到运动模式。OK， 那唐 DM-i 呢？它是全系都有 FSD 自适应悬挂的，避震阻尼可以根据路况自适应调节，所以我现在还是挺有信心的。咱们出发，紧急变线，走！好！机油路面是有点滑呀。软了点。OK， 停车。OK， 咱们准备射门。哇，进了 ！OK， 那接下来风云 T10开始挑战，还是有一定难度的，尤其是在麋鹿遇见非常湿滑路段的时候。
对车辆的稳定性有很大的要求。那这台车它是有 CDC 可变悬挂的，好处就是相比唐 DMI 这套悬挂它是主动式的，你可以自己调节，可以关联驾驶模式，也可以选择标准、舒适或者运动。在运动模式下的话，它整个悬挂支撑性呢是最好的。而唐 DMI 那一套悬挂呢，它是被动式的，是不可以主动调节的。OK， 那我们就切换在运动模式下，准备开始挑战，走你！加油加油，准备迷路！哇滑，明显感觉到它的电子稳定程序在介入。OK， 停车，准备射门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！ Yes， 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哈哈，挑战成功。在绕桩还有它紧急变线的过程中呢，首先绕桩的时候，在运动模式下，它的悬挂支撑确实要做的更好一些，然后整个车身没有大幅度晃动。结果球王大赛环节呢，风云 T10用时更短 ，CDC 电磁悬挂整体表现优秀啊，在绕桩和紧急变线过程中呢，给车身提供了更好的支撑和操控。如果是周末出游、跑跑山路、走走弯道的话，风云 T10开起来呢，应该会更轻松。那另一方面，在舒适模式下的话，日常过减速带、走颠簸路段呢，也能保证一定的舒适性。电子稳定程序呢，两台车标定的都不错，但相对来说，唐 DMI 在极限的情况下，它的悬挂支撑还有车身的稳定性呢，稍微再弱那么一点点。 OK， 最后一个环节呢，能耗大比拼，负重前行。我们会对这两台车呢都装载10桶15升的矿泉水，那就相当于150公斤，再加上驾驶员和摄像的话，来模拟1家5口出行的日常使用场景，看一看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两台车它们的纯电续航是多少，它们的续航达成率有多高，以及亏电油耗又有多少呢？ 出发前呢，两台车都是满电量。唐 DMI 的综合纯电续航呢是200公里，搭载了刀片电池。风云 T10的综合的纯电续航为210公里，搭载来自宁德时代的 M3P03锰铁锂电池啊。相比磷酸铁锂刀片电池呢，它有更好的稳定性和能量密度。同时采用经济模式，时速80公里每小时呢进行不间断测试，直到发动机长时间。 经过实测呢，风云 T10纯电行驶了164.8公里，唐 DMI 纯电行驶了150.8公里，换算下来呢，各自的纯电续航达成率分别为78.5%和75.5%，续航达成率都是比较高的。纯电续航测试之后呢，两台车呢再加满油，接着测试高速行驶70公里，环路呢行驶30公里，看看它们的亏电油耗呢到底是多少。最终，唐 DMI 的100公里亏电油耗做到了5.2升啊，表现很不错。 但风云 T10呢更有惊喜，100公里的亏电油耗更是做到了惊人的4.95升，档位更多，跑高速高档位巡航呢，降低发动机转速，相对呢更省油一些。OK， 到这里的话，咱们国产混动 SUV 的铁人3项的所有测试结果，都出来了。其实这两台车的实力确实都是挺强悍的。是的。不过相对来说呢，风云 T10因为它有3档混动变速箱，它在油耗和加速性能上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。确实是这样，但唐 DMI 的油耗也非常低了。那纯电续航里程呢，两台车几乎相差无几。对，但是你还忘记了一点，就是价格上面，我这台风云 T10呢，它的指导价格要比你的唐 DMI 足便宜了2万块。 如果相同以19.99万的指导价格来看的话，其实唐 DMI 你只能买到112公里的车型了。而且在价格更低的情况下，风云 T10它的配置还是要更高一些的。风云 T10呢，还是要多出了后侧气囊，然后主驾膝部气囊、前排的中央气囊、2排的零重力座椅、女王座驾等等等，配置更高，价格更低，续航更长。 而且风云 T10呢，首任车主是终身整车质保的，唐 DMI 呢是6年或者15万公里的整车质保，质保上呢也是有差别的。要这么来看的话，其实风云 T10它的性价比还是要更高一些的。